欢迎回来，我是在阿联酋经营自己的房地产管理公司的米埃拉 Mira。你看，我今天不在沙特阿拉伯，也不在 UAE， 我现在在法国的 Raberty， 在滑雪。你看，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雪花，然后就是非常的美。可是本人滑雪技术不佳，就摔了一个狗吃屎啊！所以今天下午就没有继续滑。那今天想要聊的就是，到底投资 UAE 房地产好，还是投资标普500指数好呢？你的净投报率还要再少个大概1%、2% 左右。非常久的时间，我就是在2014年就在阿布达比买了一间房子。你只要有看过历史资料，你就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客观也不正确的。我想很多投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哦，毕竟钱都那么多嘛，那你要把钱放到 UAE 的房市，还是要放到标普500指数？因为这两个投资的选项呢，去年、今年都经历了非常猛烈的涨幅哦，所以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投资选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比较的话，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外面有点太冷，那我们现在就进到屋子里面。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比较的就是资本增值的部分，毕竟这就是所有投资最基础的关键嘛。不过，首先我要先说明，因为阿联酋毕竟是一个很新的国家，所以它有很多的资讯，其实并没有像 S&P 500有这么多的资料可以查，在资料的获取上面会比较困难一点。那我就尽量尽我所能去找到这些资讯。那首先呢，关于资本增值的部分呢，根据 International Banking Settlement 资料显示，在过去20年呢，就是从2004年的第一季到2024年第一季，就是过去这20年的时间呢，如果你投资阿联酋房地产的话，它的资本增值的幅度是 7.04%， 那这个是名目增长，没有去计算通货膨胀的影响啊，单纯就是你那个时候买多少钱，然后现在价值多少。那另一方面呢，如果你看标普 S&P 500的话，从2004年的3月到2024年3月这段时间的话呢，它的年化回报率约为 8.01%。乍看之下，感觉好像 S&P 500更胜投资阿联酋房地产一筹哦。不过还有其他的比较项目嘛，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OK， 所以我们要比较第二个点呢，就是租金收益跟股息的部分。不过要找到阿联酋在过去20年这个房屋租金收益的资料实在太困难了，这国家才50岁而已，所以这很多资料其实都没有。那我就很努力找，我就找到 Numbeo。那 Numbeo 它就有根据每个国家它的租金投报率啊，然后去做一些排名，做一些比较。不过这个是他们的使用者提供的资讯，所以其实在准确性上面，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它已经是我能够找到最早的资料了。Numbeo 它的数据它并没有到2004年这么早的资料，那它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是2009，所以假设我们从2009的数据一直到2024，根据 Numbeo 上面的资料来看的话，如果你投资阿联酋的房地产，你的总租金收益就是没有扣除掉任何费用的，就只是单纯的租金收益的话，你的投报率约在 9.3%。那如果我们将租金收益率与 7.04% 的资本增值的年化报酬率相加的话呢，你在过去20年间投资阿联酋的房市，你大概每年的年化报酬率你可以达到 11.04%， 那其实真的是很不错。如果你是投资标普500的话，你将股息然后再投入的话呢，你过去20年间年化报酬率大约是在 10.17% 左右。感觉好像在这一个回合上面，投资阿联酋房地产似乎又更胜一筹。不过当然我必须要再次提醒，就是 Numbeo 这个租金收益的部分呢，其实它没有说非常完全的准确，因为毕竟它都是依照自己用户提供的资料来做判断嘛。所以我觉得在资讯的误差上面一定是比标普500指数更大，然后再加上这个是总租金投报率的部分，也就是说房屋持有的费用啊，你的管理费啊，维修费用啊，这些完全都没有计算进去。所以假如你把这些都计算进去的话，你的净投报率应该会比刚刚所说的 11.04% 还要再少个大概1%、2% 左右。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感觉投资阿联酋房地产跟投资标普500指数好像差异性就没有非常大。不过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第三个非常关键因素，那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投资房地产更胜于股票。而这个关键因素呢，就是
也许讲杠杆对于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是如果我讲贷款的话，想必很多人就对啊，这就是投资房地产的时候非常，就是每个人几乎买房都是要贷款的嘛，这就是很平常的做法。可是呢，这其实对于投报率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贷款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效开杠杆的方式，它可以很快立即大幅增加你的房地产的投资收益。以下呢，我有个列表，就是假设今天你的贷款的还款期限是30年，然后利率是4% 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贷款的不同比例会获得多少的投报率的计算，可以看一下这个表。那从这个表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假设你今天贷款20% 的话呢，总年化投报率就可以高达17.53%。那假设你今天贷款是50% 的话呢，你的总年化投报率就可以高达20.83%。那如果你今天贷款80% 的话呢，你的总年化投报率就可以增加到32.5%。哇，你可以看到那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大。贷款百分比越高，你的总年化投报率就越高。这个呢，真的是房地产可以很显著超越你单纯投资标普500指数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当然啦，投资标普500，你也可以开杠杆的方式去操作嘛，也有什么2倍杠杆、3倍杠杆啊，这些方式也可以去操作。不过，这对于一般投资者而言，也许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习惯，而且你也很难开到80% 杠杆这种程度，就是借80% 的钱去开杠杆去买 S&P 500嘛，这可能就是在操作上面就有困难。但是如果你是买房子的话，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段。那在最后一个部分呢，我想要谈谈就是风险哦。以上的比较，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假设你今天是以开杠杆的方式去投资房地产的话，纵使你今天每个月要付一些贷款的利息啊，然后要支付一些就是贷款额外的开销，可是因为你杠杆开得很大，所以就算你考虑了进去这些额外的开销，你的总年化报酬率也是可以大幅的大的增加。但是这不是没有风险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就是假设你在过去的20年投资阿联酋房地产的话，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阿联酋房地产的波动性。现在很多人都一直在强调说投资阿联酋房地产非常好，投资杜拜房地产、阿布达比房地产非常好，甚至还有人说就是杜拜房地产绝对保值，绝对不会跌。可是这个说法呢，你只要有看过历史资料，你就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不客观也不正确的。因为阿联酋的房地产在过去20年其实经历过很多次很大幅度的震荡，最近的一次呢，它的震荡的幅度呢将近要10年之久，所以其实是非常长的。那我们可以来看看下方这个图哦，就是阿联酋它的房地产的最高峰是在2008年第2季，然后逐渐下跌，2010年的第4季，它的房市才真正见底。这个回撤的幅度呢，也就是它的跌幅呢，高达36.5%，不能够说不大哦。不过那一次是因为金融海啸的关系嘛，所以全世界全部都在跌。就连标普500也不例外。这一次的跌幅呢，市场大概花了5.5年的时间了，才再一次攀升到2008年高峰同样的水位。不过这边当然我们比较就只是房屋的价值，那你在这跌幅的期间，你还是有持续不断的收租。只是单纯的以房屋的价格而言的话，花了5.5年的时间，才从一个高点走到另外一个同样 level 的高点。不过呢，在2008年这段时间，标普500的跌幅也是不遑多让啊，甚至是完全超过了阿联酋房市的等级哦。那这个跌幅呢，高达52.6% 哦，也真的是非常的剧烈。然后市场也大约花了5.5年的时间才完全就是恢复到2008年的高点，所以他们其实恢复的时间是差不多的。虽然标普500指数它的跌幅比较重，不过他们同样都花了大概5年半左右的时间达到前一个高峰才解套。2008年之后的跌幅呢，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或者是2022年
那个标普500指数都很快的其实就恢复了，像是新冠疫情的时候，标普500指数大概只花了7、8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完全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准了。那2022年也大概只花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回到了它前一个高峰，所以就是2008年之后呢，每次标普500指数的回档，其实它很快的市场就恢复到前一个高峰，它跌幅的期间都非常的短暂。不过呢，阿联酋的房地产就没有像标普500指数这么幸运因为它除了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经历了一波跌幅之外呢，它在2014年的时候又因为美国页岩油增产的关系，然后政府大举的删减政府支出的预算，因为要跟美国打石油价格战，所以它整个市场又经历了一波的跌幅。这次的跌幅从2014年12月开始，一直走到2020年的9月，才算是正式的跌到房市的最低点。所以你看，光是这个跌就跌了将近6年的时间，它一直要到2024年的第一季才完全恢复到2014年同样高点。所以你看，假设你是买在2014年高点的话呢，哇，现在阿联酋房市花了10年，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套。真的是非常久的时间。然后本人呢就很不幸的，我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在阿布达比买了一间房子，然后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恢复到2014年前的水准所以谁说买阿联酋的房地产不会跌的，真的是没有度过历史。房地产它都是依循的周期在做变化的。而且呢，阿联酋的房地产呢，因为它大量的依赖外来的资金，所以呢，它的波动幅度往往会比有大量本国人民支撑的房市呢，可能它波动的幅度还会更大。而且因为阿联酋它毕竟是依赖石油作为它主要的经济收入，纵使它近几年来不断在削减它对石油依赖，可是石油毕竟还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像阿布达比的话，它占比就将近高达50%。那对于整个阿联酋国家而言呢，石油也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所以他们除了会被全世界的金融环境影响之外呢，像是2008年金融危机，那石油行业对它造成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所以它有2个非常强大的因子会影响它的房市的波动。第二个要讲的就是流动性。那其实这不只是阿联酋房地产嘛，所有的房地产都一样。如果你今天想要卖、想要脱手的话，它绝对没有像标普500的 ETF 或者是股票这么好出脱，你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做房屋的买卖交易。但流动性的方面，它就不会有像标普500指数这么好。所以你今天要买房地产的话，除非你真的想要短线操作，这个是在阿联酋是非常有可能的。很多人都是买预售屋，然后在快要交屋之前再转卖。不过它就不会像是标普500能够出手这么容易。不过我想对一般海外投资者而言其实长期持有才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手段，比较能够从这个房市当中得到长期的获利。不过就像刚刚说的，假设你今天你想要长期持有阿联酋房地产的话，你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资产管理。就像刚刚讲的，它的房地产波动其实幅度是非常大的，你可能有很高的报酬，可是也许过几年它就可能跌了30%、40%。不过如果你愿意长期持有的话，这其实就只是账面上的损失嘛，你还是持续会有租金的收益。不过你的租金收益呢，可能就不像你之前预期的那么高，当然也会因为房地产表现不佳而减少。而这个时候呢，你要非常注意的关键就是你自己的杠杆。你在房价下跌的时候，租金下跌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去支付你的贷款、你的利息？假设可以的话，那其实你就让它放在账面上，然后长期持有，因为它总是会回到它原本的高点嘛，只是看时间的长短而已，其实就不会影响太多。但是呢，假设你杠杆开得太高，然后在房市下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持续去支付利息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房地产这个比较流动性比较不好的这个面向呢，在你做投资之前，就一定要先做好最坏的打算。所谓最坏的打算呢，就是你投资房地产之前，你就一定要先想说，假设我今天我的房价跌了40%，
我的租金跌了40%，我还能不能够靠租金去持续支付我的贷款？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其实那就是一个个人偏好喜好的问题嘛。可是假设不行的话，那就要审慎的考虑。那最后一个呢，我想要讲的就是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 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投资标普500的话，你是投资全美国市场最好的500间公司，所以你的风险是分散到500间公司了。不过你投资房地产的话呢，你就是把你的鸡蛋就压在一个市场，甚至是一个物件上面。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投资方法。那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集中，而且又是资金量又很大，你一次就可能就是1-2千万台币这样砸下去，所以你一定要仔细做功课，一定，因为就算是在阿联酋，虽然我说根据过去20年历史来看，它的租金投报率可以到9%，可是这其实每一间房子的差异性都非常大，每一个区域每一间房子你的投报率的差异性都很大。像我们现在看杜拜有很多房子，它可能总租金投报率才到5.2%，那有些房子呢，它总租金投报率可以到10%，所以一定要谨慎，因为它是一个很集中的又开杠杆的投资的方式，就不像标普500比较可以无脑的投资，而且可以比较少量的金钱这样投入，它一次就是资金水位就要很高。所以你在丢之前呢，一定要深刻的了解市场，而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功课，千万不要别人推什么，然后你就入坑什么。房地产上就跟股票一样，它其实就是有周期的波动，一定会有上有下，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风险控管，这才是制胜的关键。到底是投资标普500好，还是投资房地产好呢？这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下来，你今天开杠杆投资阿联酋房地产的话，你的收益绝对会比标普500好。不过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投资房地产呢，它就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商品，所以你在风险控管上面一定要做好，它需要的资金量绝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真的要看你自己本身的资金水位，你想有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做这件事情，还有你想要获得的目的。我自己本身可能最近就不会投资杜拜或者是阿布达比的房地产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涨到了一个高度。可是我并不是说这不好，而是投资它对我的诱因而没有像你们可能投资的诱因这么高。因为我在阿联酋已经有房子了，所以我对于阿联酋的市场我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曝险，然后再加上呢，我也有黄金签证，所以呢，它对于我的整体的资产组合就没有那么多的加分。可是相对于对很多台湾投资者而言，你们已经很大层面曝险于台湾，想投资台股啊，在台湾买房地产，你们这时候需要做的是积极的往海外去布局，把你的资产能够更分散一点。那对于你们而言，我真的就觉得阿联酋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它不仅是免缴税嘛，然后又你投资到一定门槛，又可以得到10年黄金签证，然后你的资产反正你就长期持有放在那地方，它也不收你的税金。然后你还可以得到在市面居住了10年的权利，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它又是一个生活环境非常好的地方，非常安全，教育也很好，然后离台湾也有直飞的飞机，所以它整体方面对于台湾人而言非常好的分散风险的一个投资标的。所以我觉得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真的是要看你现在的情况，你想要从中获得什么，以及这一个投资的商品能够帮助你在资产配置上面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OK， 所以以上就是我的分享，然后我后天我就要回去沙烏地阿拉伯了。哇，真的是非常喜欢就是法国，现在法国的 Liberty， 哇，真的就是很漂亮。好了，Hello， 超美的。The houses look like gingerbread men. Look at the trees. 哦，好像撒上糖霜的圣诞树。根本就是在喝那个我们的那个万金油。嗯，Yeah.